你给我一段时光，留下来想念，记忆中刻下模样，不带走遗忘。你就像一轮太阳，耀眼的光芒，你是我的一念时光。那一个温柔眼神让爱情释放，每一次双手紧扣，心肠也照亮，不再衡量现实与理想的重量，你是我的一念时光。就请你带走我的心，填满柔软的幻想，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，曾辗转难眠的长夜，领悟未来的图画，绘本里是我们的梦想。你是我的一念时光。乔，你不在公司盯着手机系统测评的事情，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是这样，我是来给你道歉的。道歉？道什么歉？上次的紧急会议，我们关于系统升级的把关问题有所分歧，我当众就反驳了你的建议，所以你今天来是特地向我负荆请罪的？对，算是吧，算是。我回去仔细想了一下，确实是我工作上的不到位，才导致在发布系统之前产生了这么大的失误。我的责任我来承担。你能及时认清自己的错误，这对你对恩义都是有好处的。好在是在发布会之前发现漏洞，但是我希望下次你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当然，下不为例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上次你说如果3天之内把系统修复好，并且找不到任何问题的话，那件事情就算了，毕竟你也为恩义付出过。但是惩罚还是要有的，这次项目的分红就被拿去当做员工福利吧。有意见吗？没问题。我去安排。好，过几天发布会的事情还要劳你多费时间。还有过2周手机系统升级的事，你也要盯紧。行，我会去看着它。对了，小欧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们这次手机总共发布了100台，可是只对其中的99台进行了系统升级。根据测试数据的员工反馈，这批手机的后台很容易被人为的操控，使用者的搜索数据基本上会曝光给后台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这样的手机外流的话，会不会对我们的品牌信誉有影响？这一部手机已经被我拿过来当做样品进行测试了，你放心吧。好，明白。那行，那你先忙，我回去了。对，大体就是这样。公务说的，就让财务按照他的意思办吧。没办法，人在屋檐下，哪能不低头啊？没事儿，我心大着呢。就这样吧。
这就是你说的那最后一部手机，对吧？手机蛋炒饭，拿去吃吧。站着！我不。站着！我要回去了。没有车你回得去？我走回去。你认路吗？我就算迷路了，我也不想跟你这个变态偷窥狂待在一起。我不是变态偷窥狂，我那只……你那是什么？好心给我手机安数据监测。哦，我说我手机最近失灵，搜索引擎崩溃，全都是你搞的鬼吧？在背后监视偷窥别人隐私，是不是特别有趣啊？哎，你这闺蜜啊，叭，真厉害！你瞎说什么？看着你明明因为他们订婚难过的不行，却只敢躲在家里面搜花边新闻，非常有趣。你别当总裁了，你浪费你天赋了。你去交警队，专门看监控录像，全程都在你的掌控中，岂不是更有人生乐趣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干脆把我掐死算了，这样我还敬你干脆利落。你这算什么？在背后偷窥别人隐私，真让人瞧不起。你为了逃避他们订婚的现实，却只敢躲在家里面打鸡蛋炒冷饭，就被人瞧得起了。你搞没搞错？是你让我来给你打鸡蛋炒冷饭的，你更让人瞧不起。丸子，我在看。看够了没？咱们走。包在这儿。米生，看中了。穆千初的订婚请柬还在吗？还在呢，少了。给他们复信，说我们参加。啊？爸，姐，这怎么回事？你定的时间跟恩义的发布会撞了，我就让他们往后挪了一下，还是同一天，不过是傍晚开始。这是我的订婚典礼，他们怎么能说改就改？谁同意了？我同意呢。爸，怎么了？大惊小怪的，不就改动个时间吗？媒体的请柬还没送出去呢。爸，这个时间是我跟小迪商量好的，怎么能说改就改呢？不能改了。你定的那个时间表我已经看过了，幸亏有你姐姐把关呐。你怎么能这么任性呢？那么多家酒店愿意赞助咱们，你怎么不同意呢？你非要跑那小岛上去啊？还有，恩义科技发布会的时间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怎么能跟他们时间相撞呢？有几家媒体那么早能赶过去啊？爸，如果要是公司的发布会，您怎么改我都没意见。但是这件事情，我还是想按自己的意思来。你现在还是普通人吗？啊？你已经是公司的总裁了，不想着怎么利用自己的订婚典礼，通过媒体的能力好好宣传一下公司，就知道任性胡闹，你还像个总裁的样子吗？订婚典礼如果对公司没有任何价值的话，那还有必要办吗？爸，我行了，不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我刚才跟那几个老股东碰头的时候，已经把请柬都送出去了。爸，你也别生气，毕竟弟弟从小接触公司事务少，没什么经验，而且现在年纪还小，考虑的不周全也是正常的。叔叔，这事儿怪我，时间是我定的，千初只是为了迁就我。现在听姐姐这么说，确实是我考虑不周了。千初，你不是也说了吗？白天又热又晒的，还是晚上比较好。小迪，你看看你啊，你还不如小迪懂事儿。千初啊，哎呀，你这个格局还是太小啊！你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能放心把公司交给你啊？你记住了，从你当上总裁那天起，你就不属于你自己了。你的每一个举动都代表着公司。你们的这个订婚典礼是这样的，以后你的人生每一个时刻也都代表着公司。好好想想吧。
叔叔，你别生气了。千初这个孩子啊，在这方面真的是不如他姐姐啊。小迪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你一定要多提醒提醒他啊。放心吧，叔叔，我会的。小迪啊，很快咱们就会成为一家人了，穆氏集团也算是你的归宿了。咱们的公司啊，最缺的就是自己人。我听千初跟我说，你好像有心要学学管理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有上进心又好学的孩子。以后没事儿就多往公司跑跑啊！趁着我现在还有精力，我可以教教你怎么操作项目啊！好的，叔叔，我会努力的。千初，谢谢你啊，小迪，刚刚帮我解围。跟我说什么谢呀？不过你别在意，学姐她说话就那样。我知道姐不是有心的，是我没有考虑周到。想不到我的订婚典礼，在爸的眼里也只不过是一个广告。其实我从小就知道，我就是为了这个位置活着的。有时候我真想，如果我的眼睛不复明，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一直像小时候一样无忧无虑，不用为这些琐事烦心？说什么呢？你当然要看得见我才高兴啊！不光是典礼的事情，我们这一家人，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，但自从我坐上总裁的位置，爸妈，还有姐，都时时刻刻看着我。你嫁进来，恐怕是要辛苦了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看我，不也有个难搞的姐姐吗？不过上次你跟我说过之后，我决定让她来参加咱们的订婚典礼。你说的对，不管怎么样，姐妹一场，还是要顾及一下以前的情分的。老天真是把世界上最善良、最美好的女孩子赐给了我。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怀念咱们以前的那些时光。虽然黑暗，但却很简单，又一直有你在我身边。我最近的记忆总是模模糊糊的，但是我还记得，小时候你总是偷偷带我出去看日出。你跟我说，即便眼睛看不到，身体也还是会感到阳光的温暖。都那么久了，我都有点不记得了。其实我也记不太清楚细节了，不过我还记得，你拉着我的手在湖边奔跑，我记得我都快累死了，但是你的体力还是很好。每次都是因为我跑太慢，等跑到湖边的时候，我们总是错过最美的日出。所以我发誓，一定要带你看到最美的日出，因为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。穆千初对姐姐真好，我要是姐姐就好了。傍晚就傍晚吧，只要我的美少女战士陪在我身边，我就别无所求了。还美少女呢，我都快成老少女了。在我心里啊，你永远是我的美少女。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你带我去吃油炸饼，那时候我看不见，给你走散了，差一点就被油锅烫到，是你挡在了我前面，我没事，你却被烫到了。后来你跟我说，你的左肩膀上留了一块很难看的伤疤，我当时虽然看不见，但那个伤疤一直伤在我心里。不知道那个伤疤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，要不要找个医生看看？不用，都那么久了，早愈合了。正
棉跨国集团恩益科技将于今天中午召开发布会，备受关注的恩益手机也即将在今天揭开神秘面纱。据悉，新款的恩益手机在外形和硬件配置上均采用了全新的技术支持，其中 AI 技术的应用更是备受关注。真安静啊！这世界上是不是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？哦，我好饿呀！我应该点点外卖。随便。手机蛋炒饭，拿去吃吧。我已经没有手机了。那我出去买点吧。嘿，10块。需要袋子吗？不要，谢谢。4包泡面15元，15块。你到底买不买？我还有事呢，我先来。老天爷呀，你是要逼死我吗？早上好，这是你的新手机。石小姐，石小姐，哎呦，石小姐，您现在连反应都没有了，该不会是傻了吧？你和孙洁平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一个说我死了，一个说我傻了。说吧，带我要去哪儿？我可是看在你给我解围的份上，才勉强答应上车的。石小姐，您知道吧？今天是我们恩益手机的新款发布会。我们小老板啊是要请您去做庆功宴的。我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位就是今天的主厨石小念小姐。石小姐，请多多指教。这是要干什么？公公先生说了，今天的庆功宴，请您做100人份的蛋炒饭。100份儿？啊，疯了吧？在场的这些厨师都是我们专门为庆功宴请来的，给您当助手。我那天不是刚做完吗？那天不是插了手机进去，没吃成啊。再说了，石小姐，今天可是庆功，小老板可吩咐了，您要是不答应做饭的话，就要报复。可是那天还怪我呀！哎，不怪您，不怪您，这哪敢呢？小老板就是特别喜欢您的蛋炒饭，恨不得把它推荐给全世界。小老板从小立饮食那可是宫老夫人精心制作的，所以我今天一定得尝尝石小姐这蛋炒饭到底是有什么魔力，能让她这么欲罢不能。我是不会做的，你送我回去吧。石小姐，您不能走啊，我们这时间有限啊。喂，小老板，你不做也可以，但是我今天只吃你做的蛋炒饭。在场的都是公司请来的专业厨师，个个厨艺精湛，认真负责。但如果他们今天因为你的缘故被传出去，说连一道蛋炒饭都做不好，影响了名声，那么……你以为我怕你啊？我是不会妥协的。那好啊，米生，今天就先这样。既然我想要的蛋炒饭没人做得了，所以恩义的发布会就取消掉餐饮这个环节，让大家都饿着肚子吧。石小姐，
不就是做个蛋炒饭吗？石小姐，如果您真不会的话，我们可以帮您悄悄做好，你就说自己做的不就得了吗？这是我刚找到的工作呀，石小姐。石小姐，麻烦您了，求求您了，石小姐，真的是麻烦您了，石小姐，求求您了，石小姐。好，我做就行了吧？现在我们有请产品经理陈柏先生为我们大家介绍 N1 手机的未来发展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各位媒体朋友，还有我最最亲爱的客户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我是陈柏。继续。N-E 引领未来趋势，我们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创造未来，创造那不可能的一种奇迹。哎呀，不能这么多，这个萝卜呢不能加太多，因为有的人不喜欢吃这个味道。快，加葱，然后晃一晃。N-E 的未来，我们志在必得。同样 ，N-E 的未来也需要大家跟我们一起走下去。谢谢陈柏先生。想必大家也对 N-E 集团未来的发展非常好奇。那么，对于这款手机的功能又会有怎样的延伸呢？下面就让我们请出万众期待的 N-E 科技集团的副总裁龚欧先生，大家掌声欢迎。龚总还没有回来，还要稍等，很快来起来。想必大家也非常的意犹未尽。那么接下来继续有请陈柏先生为我们大家介绍 N-E 集团未来的发展和前途，大家掌声欢迎。这个大 X。石小念。你看看你，大厨不像大厨，女人也不像女人，你像什么？你看看你，总裁不像总裁，男人不像男人，你像什么？还动不动就把别人胁迫到这儿来做事儿。好好干活吧。好好闭嘴吧，神经病！真蠢。多看一眼，怕你发现。那些遗忘的路线，没有人在终点才让剧情楚楚可怜，剩下离别画面，一转眼过去怀念。你们先去吃东西吧。好。真好看。小弟，你看你，妈妈自己盘个头，画个口红就好了，你这样浪费多少钱啊？花不了多少钱，妈，这是我订婚的日子，当然你跟爸爸风风光光的出席了。
女儿真是费心了。不过你话也讲得对，今天是你跟千初订婚的日子，我跟你爸爸是应该好好收拾收拾。走了妈，换衣服去。好漂亮啊！这料子真是好飘逸啊！妈，真好看。你坐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喜欢吗？小时候我陪你去参加婚礼，你看见隔壁阿姨有一个特别羡慕，我那时候就在想，我一定要给你买一个更好的。小迪啊，谢谢你，妈真的是没有白疼你。妈，我订婚是喜事儿，你哭什么呀？没有，妈哪哭啊？妈这是高兴呢。小迪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中间错综复杂，坎坎坷坷，你总算达到了心愿。今天你要跟千初订婚了，可是你知道，妈这心里吧，总在觉得这件事对不起小念，所以小迪啊，听妈的话，私底下跟小念赔个不是，千万不要跟他再闹别扭了，好不好？妈，非要在这种时候提施小念是吗？我对他怎么了？我给他买礼服，给他联系出版社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好了，妈，我答应你，我私下会去找他聊的好不好？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总提他了？好，不提了啊！好了，快坐吧，你今天也累了啊。哎，妈，石小念这儿是不是有个疤呀？就是我陪她去买礼服看见的，但我没看清。对，你姐姐啊是有条疤，就在这儿，这地方有一道很深的。什么时候弄的呀？大概是15、16岁那时候啊，她老跟千初出去。有一天小念回来特别难受的样子，我就问她怎么了，她就跟我说是给热锅油给烫的。当时我好紧张，我把她衣服打开一看，都化脓了，所以我就带她要去医院里去治疗了。进。啊，对了，吩咐厨房的人把剩下的饭都保鲜，保持这种口感。哎，给石小念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晚上要用啊。都准备好了，小老板。该死的公偶，哎，累死我了。下一步准备再研发一部更加先进。没想到
这个男人脾气那么臭，认真工作起来的样子还是挺帅的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这是哪儿啊？不是，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既然石小姐醒了，那待会儿就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，带她去梳洗打扮吧。好，肖老板。谁要梳洗打扮呀？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再不去打扮，马上就要到日记岛了。不行，我不去！你快放我出去！我不能去那儿！你听见没呀，女生，放我出去！哎，司机师傅，放我出去啊！老实点！不能去那儿。喂，金初，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？我一会儿就到。对了，小迪，那件订婚典礼的礼服，你为什么要退掉啊？不喜欢吗？那件礼服是露肩的，我肩上有疤嘛，穿上不好看。我可不想在来宾面前跟你丢脸。那行，我联系让他们换一下，做一件不露肩的，好不好？千初，你对我真好。只要你开心，怎么样都好。我一会儿就去接你，拜拜。穆总，石小姐，典礼的时间快要开始了。小田，请说，我跟你妈先进去了啊。我马上过来。石小念是不是还没来？是的。本来想趁着这次订婚典礼跟他缓和一下矛盾，没想到
但还是有心结。现在除了他还有谁没到？还有 N1科技的工线还没有到。公欧？对。怎么了？没事，不等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走。出来啊！我穿成这样，我怎么出来呀？你不出来，难不成我让穆千初亲自来接你啊？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？那一个温柔眼神让爱情释放，每一次双手紧扣，心墙也较量。不在乎现实与理想的重量，你是我的。哎，准备好了吗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其实没有什么想说的，但是我今天能站在这里，牵着我最爱人的手，我觉得真的很幸福。以前我觉得上天对我很不公平，让我经历了那么多磨难。但是今天，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小蝶，我会用我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去爱你。从现在开始，让我来守护你，我会让你一辈子都幸福的。陆先生。龚先生，久仰大名。施小念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啊，对了，二位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我们迟到了，打扰了二位的订婚典礼。你们继续，我们俩随意坐就好。没关系，龚总请多坐。好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我还带了一份大礼来送给二位。你说。公欧，你是故意的吧？哪方面？这位天生丽质，我这一身衣服，还有后面那车蛋炒饭，全都是你设计的吧？全是。知书达理，落落大方，对了，爸爸母亲的好女儿。
也是一个未来这身上好像缺了点什么。冲涛，他非常的厉害，目前在西风世纪商场出上。从事业上津津有味，有声有色。不用了。两个人郎才女貌，志趣相投，志同相恋。你这样看起来舒服多了。耳钉。来，你戴上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戴，要不然你肯定给我耳朵戳个洞。好心当成驴肝肺啊！下次啊，就让你穿得破破烂烂的参加典礼，看你还敢不敢顶嘴。我们都走过时光的堤岸，谁不是水面另一个倒影？颠倒悲喜，学会遗忘记起，风试着将波折抚平，我试着将一切抹去。我和你之间有透明的墙，借你目光探索柔软的窗，颠倒沙漏，是否能倒转时光？你拒绝牵手的邮件，装着送你的全世界。你和我之间有透明的墙，借你目光探索柔软的窗，颠倒沙漏，是否能倒转时光？你拒绝牵手的邮件，装着送你的全世界。要给就给完全，要收就收全部。可是烟太潦草，领悟太仓促。那一段路，我们颠倒无数。这一场宁愿孤单，不辜负。